大家好，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丁海燕老师，欢迎走进C语言程序设计课堂。今天我们讲解循环结构程序举例。下面来看例一，按每行输出5个数的形式输出斐波那契数列前20项。思路：斐波那契数列的前几项是1、1、2、3、5、8、13、21、34等等。此数列的变化规律是 fn 等于1，n 等于1的时候 ，n 等于2的时候 fn 等于1，n 大于2的时候 fn 等于 fn 减1加上 fn 减2。这是一种递推算法，应采用循环实现。设变量 f1、f2 和 f3， 并为 f1 和 f2 赋初值1，令 f3 赋值 f1 加 f2， 得到第3项。再将 f2 赋为 f1，f3 赋为 f2， 再求 f3 赋值 f1 加 f2， 得到第4项。以此类推，求第5项、第6项等等。算法和程序如下：井号 define n 20 ，may 花括号 int I f1 f2 f3 f1 赋为 f2 赋为1，输出 f1 f2 的值。for i 从3 i 小于等于 n i 加加花括号 f3 赋值 f1 加 f2，f1 赋值 f2，f2 赋值为 f3， 输出 f3 的值。if i 除以5的余数等于0，输出斜线 n。斐波那契数列的前20项如图所示。下面来看例2，判断输入的某个数 m 是否为素数，若是素数，输出 yes， 若不是，输出 no。思路如下：素数是指只能被1和它本身整除的数，如5、7、11、17等等。分别用2、3、m 减1尝试能否整除整数 m。如果 m 能被某个数整除，则 m 就不是素数。这是一种穷举算法，设除数为阶，阶从2循环到 m 减1。算法和程序如下：include math 点 h may 花括号 int 阶 n， 用 scanf 输入 n 的值。for 阶从2阶小于等于 n 减1，阶加加。if n 除以阶的余数为0 break。如果 n 能被某个整数整除，则 n 就不是素数，退出循环；否则阶加1判断下一个除数阶能否整除 n。输出 m 的值。if 阶等于 n， 输出 yes， 否则输出 no。对于穷举法来说，为了提高程序的效率，就要减少尝试次数。程序改进：其实 n 不必被2到 n 减1范围内的各整数去除，只需将 n 被2到根号 n 之间的整数除即可。例如，判断17是否是素数，只需将17被2、3、4除即可。如都除不尽 ，n 必为素数。这样做可以大大减少循环次数，提高执行效率。为了方便，可以定义一个整形变量 k， 其值为根号 n 的整数部分。如果 n 不能被2到根号 n 之间的整数整除，则在完成最后一次循环后 ，i 还要加1，因此 i 等于 k 加1，然后才终止循环。在循环之后，
判别 i 的值是否大于或等于 k 加1，若是，则表明 n 未曾被 r 至 k 之间的任意整数整除过，因此输出素数。程序如下 ：int i 接 n， 用 scanf 输入 n 的值 ，k 赋值 sqrt n， 求 n 的根号。for 接从 r 接小于等于 k 接加加，表示用 r 到 k 的数去除 n。if n 除以 j 的余数为0 break。若发生 j 可以整除 n， 则不是素数。输出 n 的值 if j 大于等于 k 加1 print f yes else printf no 输出 no。 在程序中 k 赋值 sqrt n， k 的值为根号 n 的整数部分。if n 除以 j 的余数为0 break， 表示如果 n 能够被 r 到根号 n 之间的整数整除，则 n 不是素数，直接退出循环。程序运行结果如图所示，输入7，输出 yes。下面来思考如何输出100至200中所有的素数。在上题基础上，只要增加一个外循环，先后对100至200间的全部素数一一进行判定即可，也就是用一个嵌套的 for 循环即可处理。程序如下 ：for i 从100 ，i 小于等于200 ，i 加加花括号 k 赋值 sqrt 括号 i。for 接从2， 接小于等于 k， 接加加。if i 除以 j 的余数为0 break。if j 等于 k 加1 printf i printf n。下面来看例3，用牛顿迭代法求方程 2x3 次方加 4x 方减 7x 减6等于0，在 x 等于 1.5 附近的根。思路为：设 xn 为一个接近 x 的近似根，过 xn fxn 点做切线，切线方程为 fxn 一撇等于 xn 减 xn 加1分之 fxn， xn 加1就等于 xn 减 fxn 一撇分之 fxn。这个公式称为牛顿迭代公式。算法基本步骤如下：一、先设一个方程近似根 x0， 求出方程 f 的值和方程倒数 f1 的值。f 等于 2x0 3次加 4x0 平方减 7x0 减6。f1 等于 6x0 平方加 8x0 减7。2. 用迭代公式 x 等于 x0 减 f 除以 f1 进行迭代，求出比 x0 更接近方程根的 x。3. 当 x 减 x0 的绝对值大于某个很小的数时，如10的负6，认为未找到根，此时将 x 赋值成 x0， 再次求 f1 并进行迭代，又求出一个新的更接近方程根的 x。4. 一直到 x 减 x0 的绝对值小于等于10的负6次时，得到方程的近似根 x 或 x0。这是一种迭代算法，可以用循环实现。算法如下： x 负初值 ，x0 赋为 x， 计算 f， 计算 f1，
计算 x 等于 x0 减 f 除以 f1。当 x 减 x0 的绝对值大于10的负6次时，重复执行以上4个步骤，最后输出 x。程序如下 ：main 花括号 float x x0 f f1， 定义4个变量为实心变量 ，x 赋值 1.5。do 花括号 x0 赋值为 x。f 赋值为2乘 x0 的3次方加上4乘 x0 的平方减 7x0 减6，这是计算 f 的值。f1 赋值为6乘 x0 的平方加8乘 x0 减7，这是计算 f1 的值。x 赋值为 x0 减 f 除以 f1， 计算 x。花括号完 where FABS x 减 x0 大于 E1 减6，这是表示如果 x 减 x0 的绝对值小于等于10的负6，则重复计算更接近方程根的 x， 最后输出 x 的值。当精度为 1.5 时，程序运行结果为 1.539441。下面来看例4，编程序求2到1万以内的完全数。完全数是指一个数的因子除了这个数本身之和等于该数本身。例如6的因子是1、2、3，因子和1加2加3等于6，因此6是完全数。思路如下：设定 i 从2变到1万，对每个 i 找到其因子和 s。判定 i 等于 s 吗？若相等，则 i 为完全数，否则不是。使用穷举算法，用双层循环实现。算法如图所示，外循环 i 从2变到1万，对每个 i 找到其因子和 s。内循环 j 从1变到 i 减1，判断 i 除以 j 余数是否为0。是，则说明 j 是 i 的因子，用 s 赋值 s 加 j 累加因子和。如果余数不为0，则执行 j 加加，取下一个除数，再次执行内循环。内循环结束后，接着判断 i 等于 s 是否相等。若相等，则 i 为完全数，否则 i 不是完全数。程序如下 ：int ijs 定义3个整形变量 ：for i 从2 i 小于等于1万 i 加加花括号 s 赋值0 for j 从1 j 小于 i j 加加 if i 除以 j 的余数等于0 s 加等于 j。if i 等于 s， 输出 s 的值，花括号完，花括号完。程序运行结果如图所示，2至1万以内的完全数有6、28、496和8128。好了，同学们，循环结构程序举例我们就学到这儿，下节课再见。